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哦。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解关于整个 CRM， 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一些操作方式跟操作的方法啊，以及你在这个企业内部应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好吧？好，大家今天看到了这个教授的桌面哈，这个桌面上哈一刚开始进来就跟传统的这种 ERP 啦，各种大大小小的系统一样，它要求你先登录。那为什么要登录？因为登录它是表示说这个系统是有权限的，而且呢会根据不同的权限来做一些不同的这个使用，好吧？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以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你可能会发现说，为什么内部系统会多了一个注册跟报名这样的一个功能？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组织，有个个人哈。那教授已经为了方便，我已经注册过了哈，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注册过了哈。等我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直接登录。那我们现在要登录的一个状态哈，是一个总的 system 的后台，就是总后台了哈，整个管理系统的后台。大家可以看到哈，一进来以后呢，琳琅满目的英文哈，这个着实的让教授看得非常头疼哈。教授暂时先把它翻成中文吧。但是由于我们的系统现在的中文版本哈还没有完全翻译，所以暂时只能通过 Google 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在这个右手边这边有个语言哈，那当然我们会根据以后企业的使用情况，比如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要落地，那我们也会专门找当地马来西亚的翻译人员，懂马来文的来协助我们翻译一下这样的话一个翻译大家都可以使用都可以 update 以后大家都可以使用。好，那暂时先委屈大家看一下中文版大家进来以后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仪表板。什么叫仪表板？就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到系统，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比如说目前有多少个项目发现这个概览目前有多少个项目然后目前的这些项目的进展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包含有一些发票我们可以开一些发票这些发票有没有逾期的逾期的有多少个那么没有支付的有多少钱部分支付的多少钱全额付款的有多少钱还没有发出去的发票的草稿有多少钱等等之类的它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把数据的部分都给到你看到，对吧？第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然后右手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收入跟支出那它多做了一个去年的今年的跟去年的，这为了要让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就说我去年总的开支多少钱，我去年我总个赚了多少钱，让你有个对比正常这个空白位置是一张图，因为现在没有数据。好，来看一下下面这里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是告诉大家所有的任务的一些概览，就是我还有哪些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这里会一清二楚。然后包含你的团队的成员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团队啦，成员有多少个人啦有打卡的多少人啦然后这个会员打卡下班有多少人啦，你会发现一清二楚，对不对就是我们不用再通过进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的栏目就可以一眼看到的然后还有下面很多关于私人的一些代办事项啦这个私人我先声明一下这个私人是属于你个人，就是使用这个账户的人的一些私人代办事项，你可以往这里填，这是为了便于让自己能够更多的去记录，去提醒自己的一些事。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右下角这黄色我们习惯这个便利贴，这个 tape 都是黄色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明天要给大佬们上课，好吧？就诸如此类，你可以在这里有一个 tape， 就是有一个便利贴当然你也随时可以把它删掉了，好吧？好，那有一些事件你可以自己备注的一些事件，在这里也会快速的让你看到
还有你的一些项目的时间表啦，你的一些任务啦等等之类的，是不是一清二楚？这叫仪表板，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一些情况。好，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上面的切换方式来切换你喜欢的一种格式，都可以。看到，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切换属于自己喜欢的格式然后你也可以去添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仪表板。你觉得我还有什么我要把它添到首页来的，添到仪表板的，可以通过这个仪表板方式来进行添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板块，这个栏目叫做事件，我们也称之为日历，对吧？那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日历方式，就跟你写那个 Google 日历是一样，可以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你这个日历呢，可以分享给所有的队员，或者是你的具体成员或 team 或者只有你自己然后客户是谁OK， 这样明白吧？很简单的就这个日历跟谁有关系，你就可以分享给谁去看，而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好，客户部分，我们现在刚才教授有注册了一个客户为什么要让客户来注册，并且给客户一个账户？这样子的话，可以便于我们未来开发票或者是开一些估价单或者是跟我们的客户去交流沟通会变得更方便一点然后我们的客户也会觉得我们确实这个单位是非常的靠谱你看他们的 system 我都可以进入我都可以享受第一时间的资讯我都可以享受第一时间我的账单怎么样的情况，对吧？还有他的工作的进度他的 service 跟他的这个项目的进度等等之类的你的客户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掌握。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项目项目部分就是这样。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添加一个项目，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有什么项目，你可以在这里填。填完之后呢，那么你就可以进行管理了有时候我们项目比较多或者一个客户有多个项目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标签来管理这些标签，比如说这个是怎么分类呢？这个叫洽谈中，好不好？洽谈中的正好就是这个洽谈中那这个洽谈中现在是蓝色，我们可以把它再弄一个红色，对吧？这个是进行中，好不好？假设我们就加两个东西我是随便分类的当然不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标签里面就有多出了两个，有没有？OK， 这个是洽谈中的某某项目，你可以在这里写某某项目比如说这个叫VR 吧 ，VR 制作我要排这个项目嘛客户是谁是内部项目还是客户项目那我可能做成客户项目客户现在只有一个，那就他了，对不对？客户要求在上午时间段可以拍摄，假设好吧？开始时间我们预计我们5月23号要去拍摄，到5月16号，因为还要约客户嘛价格拍一次500块好了那你就可以保存，对吧？并且继续那就 OK， 你可以再添加一些新成员，好吧？就说你的这种团队内部的工作的审查跟工作的这种交互性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那可能你要跟教授讲，教授我在马来西亚我不想用美金为单位，我想用马币，可不可以？可以用 Linky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不好？好，那这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个进步条这边有个条框，它会根据你完成的这个情况然后会去给你一个这个条，好吧？好啦，我们就来看看任务吧。任务基本上就是给自己安排的一些里程碑吧，应该这么来理解吧，好不好？那你可以用导入的方式然后你也可以下载一个示例文件，来下载一个试你会发现你可以用这种 text 方式用这种方式，然后一条一条把它全部列完以后呢，上传。那有些人习惯在这个 Excel 表里面制作，我们也可以这样，在制作完以后，我们直接把它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以后呢，就点击下一步，你会发现它全部都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当然这个数据不准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你会发现它就导进来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对不对？好，我没有把它导入了对不起。好，再来线索我们可以把平时我们都喜欢收卡片对吧？你可以把卡片都导入到这里来了。那你可以用导入方法来导入线索。你再来一下再来备注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再把它导进来，对吧 ？OK， 有没有发现它所有的名单这些东西它全部被导进来了？好，那我们就上传一下吧。你会发现多的一下子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他在处理这些名单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那可以用这种方法，快不快？当然你没有 Excel 表的，你想一个一个去填也可以系统都帮你做好了。然后呢，也可以去设置一些事物，好不好 ？OK， 好啦，这个是属于线索部分好，这是整个看板部分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说，我新的客户有几个，合格的客户有几个，正在讨论的、正在谈判的，怎么有几个，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我在这边第一时间看到，而且你会发现没有，有一个所有者，这个是哪一个客户、哪一个人导进来的，你都会发现，对吧？好，我们继续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订阅然后给到我们的客户。比如说我们要给这个客户发一个订阅，服务器款项未付1个月好了，费用填款单嘛，第一个账单日22号。有没有税呢？假设有 10% 的税有没有第二个税呢？假设都有，好吧？那重复的情况呢是每个月，那就每个月 OK。标签没有，好，那我们就 OK 解释掉。有没有发现左下角有一个上传文件？你也可以通过上传的文件给到它。好啦，那我们现在订阅了一个费用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增加项目啦，对吧 ？OK， 我们添加一个项目吧。这个项目叫做 server， 好吧？叫做 server。然后每个月的费用支付，请根据账单支付，假设好吧 ，OK， 数量1什么单位这个 OK PC 吧PC OK 好，那就保存了好，那大家会发现都出来了，对不对？一下子，那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们去看客户的清单，好不好？好，那既然我们能做任务了，能够做订阅了，能够发订单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去添加一些发票有没有？这边添加发票给客户，这个客户好可怜一上来就被我发了好多的账单不管他，好吧？这个再次发生只是重复的意思OK， 现在我们不重复，我们给他一个账单就好了，好吧？我们就给他一个账单就好了。好，再来，你也可以添加付款，发票1，现金还是什么都可以去填，然后数量描述，好吧？好，再来我们的订单清单我们的店铺这些管理都在里面这边看到我们刚刚添加了一个账户了客户可以去怎么样去买，对不对然后包含这个估价单，如果他定制方案你要给他发估价单，你可以给他添加估价单。然后每个估价单它一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有效期嘛，因为有一些它是有行情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估价单的时间有效期到什么时候算数的，你就把它填上去，好吧？然后这些估价请求估算表包含你给客户的提案都可以在这里做，好吧？提案日期23号至31号，假设了我就乱填，好吧？
好，然后这个是刚才做的私人笔记部分哈，咱们在前台看到过就不介绍了。然后就你的团队，有哪些人？这个指的是你公司的团队哈，就使用这一套系统的公司哈，不是客户公司啊。然后考勤卡啊，谁有没有打卡？几点打的卡？什么时候离开的？就什么时候下班的啊？然后整个时间线的管理，可以发一些想法跟文档，这里也可以上传文件的，咱就先不上传了，好吧？然后这是可以公开的发给团队里面的，大家都可以收到，然后并且也可以在这上面回复。我们看到OK， 好，就像那个论坛一样，发现没？然后你也可以统一的去发布一些公司内部的公告。要大于开始，好，就这样。然后你这边可以指定是给谁的，所有团队、所有客户或者是特定客户都可以啊。好，这样大家都明白。还有一个是门票，什么叫门票？就是工单呐。工单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的客户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可以通过这种帮助系统，这种 help 的帮助系统来跟我们提一些工单上的意见嘛。或者是跟我们交流他的项目的一些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做。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工单系统给到每一个企业呢？因为现在大众的这种聊天工具越来越多，那你就安心的交给这些大众的聊天工具嘛？哪一天你的资讯有没有可能被卖掉啊？你的情报有没有可能被关注啊？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如果 system 在你自己的 server 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就可以杜绝这些问题了？好吧，再来成本花费部分这边都可以写，然后帮助的一些文章，你可以搜索一个这个所谓的问题这内部的维基啦维基百科然后你也可以去增加一些类别什么客户类客服类然后在有列别以后呢，你就可以去怎么样做一些问题OK。因为现在都没有放东西在里面，所以会比较空白。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东西来证明说这套系统是你公司独有的，不是跟别人共用的你的 logo、你的资料、你的资讯都是你自己的，这样明白吧？然后语言部分的设置，你可以设置的语言有蛮多的但是如果这里面没有的语言，你就可以告诉你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时间跟这个工作时间。去把它 update 一下你们当地的语言，好不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时间格式这最基本的还有周末怎么样是什么的，包含你们这个平台想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货币来结算都可以，好吧？很详细，对不对？OK， 好，再来就是电子邮件的模板可以设置我们给客户要发什么内容，比如说客户登录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欢迎你加入我们诸如此类的，对不对？如果要重设密码你可以给他一些文字语言然后新客户加入我们以后的一些问候邮箱的验证很多很多啦这个内容你要自己去安装以后你要不懂的，你可以自己看，应该大部分会用网站的人都能看得懂，好不好？看懂了以后就 OK 了，你就会操作了实在真的有不懂，就给我们发工单，好吧？好，然后左侧菜单的管理发现左侧这个菜单的管理，然后页角指的是最下面，就是我们每个页面的最下面的设置然后一些通知发现权限启用网络好，这些里面都有。然后访问的权限角色可能有这个财务有什么团队或者是 IP 的限制如果你觉得你被攻击了，你可以把那个 IP 段全部限制掉然后我们给客户端有哪些权限，你都可以在这里添加，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发现非常详细，包含支付方式是现金还是 PayPal 还是 Alipay 还是什么 Payment 都可以在这里设置，好不好？
好，然后有包括一些自定义的字段的支持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设置。很简单吧？是不是特别的简单？而且这么庞大的，也比较庞大了，已经够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来使用，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国际商学院跟教育中心所提供给大家的 system 啊，虽然都免费，没有收钱，都是给到会员，但你们发现我们给出来的东西都是也不能说好或不好，但起码给出来的东西都不是那种很 low 的网页，它正儿八经都是系统啊，它正儿八经都是系统。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企业你拿到系统以后，你正儿八经确定你要用什么系统的时候，你一定要花时间让你的人员、你的员工、你的 partner 你的股东一起来怎么样来听课程，来学习这些内容，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完了我们公司的后台了？那我们去看看这个客户的，我刚好有去注册了一个 demo。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试一下。现在进来的是客户的角色，不是我们刚刚的管理后台。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管理后台是不是变得比较简单了？因为这个给客户用的。那我们刚刚在后台是不是有发了一个订单给那个确认单给客户啊？有一个确认单给客户，那你会发现说，他也可以自己去写东西了哈，他也可以保存合约哈，跟我们公司有关系的合约。好，然后这个 project 有没有看到？这个 project 好啦，然后评价 OK 好，频道回复好，可以。5月28号上午，好吧，上午9点钟。OK， 那是不是我们的后台就能看到说客户跟我们约的是9点钟，对不对？然后包含我们开给客户的发票在这里都会有 ，OK。好，然后包含付款的方式啊，因为没有设置哈，然后我们刚刚有发了1美金的发票要让他付钱，对吧？他可以来支付，发现了吧 ？OK， 然后包含所有的付款啊，所以这套 RACE 这套 CIM 真的是非常好用。好，那所有课程就讲到这里哈，那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不懂的地方哈，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在这个 WhatsApp 里面呢跟我们联系，好吧？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堂课再见。